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人这一辈子能有多少福报是有定数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肆意挥霍，福报过早消耗完了，那就剩下苦了。福祸无门，为人自找，天上不会掉馅饼，人的福报都是自己修持来的，因果不空，灾祸也是自作自受。行善可以积德，作恶自行恶果。人这一生的福气就像一个聚宝盆，你多用一点就多消耗一点，你节约一点或者多积攒一点，福报就会多一些。福报多，人生才能多些幸福，少些苦难。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人生的许多苦，许多障碍都是人自己感召的，都是自己的因果，自己的业障。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个人身上最厉害的风水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德性和念头，有什么样的因，就必要会有什么样的果。你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世人不信因与果，因果何曾饶过谁？我们当下的一切都是曾经种下的因，同样，我们当下所造的业也决定着未来的福祸。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握，修福积德最好的方法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下这3件事最消耗阴德，千万别再做了。一、杀生。大智度论里说，若人种种修诸福德，而无不杀生尽，则无所益。何以故？虽在富贵处生，势力豪强而无寿命，谁受此乐？以是故，知诸于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福报，也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却喜好杀生，这样即使自己生在富贵，也难以保证寿命长久。杀生损人福德，致人多病短命，多生灾祸，是诸多罪业中果报最重的一个。戒杀放生，功德利益无边。一者可以使人长寿，二者可以使人心安，远离疾病痛苦，身体健康。三者可远离世上刀兵劫，无有灾患。四者可得升天人，获得长寿等等。反之，喜欢杀生的人多面相嗔恚，心事重，没有慈悲欢喜心，这样的人多半也是运势不好，没有福气。佛陀时代有位国王名叫何莫楚，由于他的国家地处偏僻边境，所以从来都没有见过佛陀，也没有听闻过佛法。这位国王一直信奉邪师外道，连其他百姓也是如此，他们以杀生的方式来祭拜天神，早已习以为常。有一次，国王的母后生了重病，尽管看了许多医生，服用各种汤药偏方，身体还是不见好转。于是国王派了女巫医为母后祈福，几年下来，病情还是毫无起色。后来国王准备了丰盛美味的饮食，召请国内2位婆罗门到宫里接受供养。国王问他们，我的母后长期受到病苦的折磨，不知是什么原因。各位都是智能之士，通晓天地日月星宿，占卜命相之力，请告诉我真相。婆罗门听了，一致认为是天上的星宿运行错乱颠倒，阴阳不调所引起的。国王又问，那要如何做才能治愈我的母后呢？婆罗门回答，国王，你要到城外平坦洁净的郊野，祭拜山神与日月星宿，并且还要准备100只不同种类的畜生以及1个小孩作为祭品。到时国王再亲自带着皇太后到祭坛上向上天请命，皇太后的病就可痊愈。国王听了之后，马上派人准备婆罗门所交代的祭品，上百头的象、马、牛、羊从东门出发，前往祭祀的地点。一路上发生悲哀恐惧的鸣叫，声音震动了天地。世尊得知这位国王竟然为了要救一人的性命而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众生，为其愚痴顽固深感悲悯。于是世尊带领弟子来到这个国家，在东城门外的路上遇见了国王与婆罗门，以及那些被驱赶而恐惧哀鸣的畜生。国王远远的就看到了佛陀，佛陀全身散发出光芒，如同旭日般明亮，又似满月清净柔和，所有百姓看了莫不心生爱敬。而那些即将要被当作祭品的小孩及动物，无不希望借此获得救脱。国王下车后向佛掌跪行礼，佛陀问国王要前往何处，国王恭敬地回答，因为母后常年卧病，看遍了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后连祈求神灵都没有效果，所以今日特别准备要杀生祭拜天地、山神以及日月星宿，为母后祈福。
希望他能早日脱离病苦之痛。千百年来碗里羹，怨声四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半夜屠门声。杀生其实就是在杀害我们自己，都如回头的剑，回到自己身上。世上没有什么灾祸的发生是无缘无故的，其背后都是因缘。希望大众广修忏悔，消除宿世罪业，放生护生，广结善缘。二、邪淫。圆觉经里讲，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犹如珠玉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邪淫是人内心的一种贪欲，这种爱欲使人颠倒妄想，不断轮回纠缠，不得解脱。大智度论里说，若淫欲者，譬如娇妻，难可得离，所以者何？身受欲乐，淫欲根深，是故出家法中，淫戒再出，又意为重。邪淫太重的人，没有智慧和善根，更难发出离心，智慧更苦。所以楞严经里说，淫心不除，尘不可出。若有多智禅定现前，必不断淫；若不断淫，必落魔道。对于修行的人来说，先断的必是邪淫。心不清净，则智慧不生。勤修戒定慧，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据典籍记载，在明朝时期，衢州有位姓徐的少年，英俊潇洒，才华出众，并且颇有名气。在不到20岁就已中了进士，亦被朝廷选派担任松江府节推的官职。正所谓是风生水起，一跃成龙，算有福吗？这亦很有福气。按当下话来说，这当官了，出息了，亲戚朋友亦是非常羡慕。但这个徐氏少年千好万好，却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十分好色。自当官之后，娶了10几位娇美艳丽的宠妾，每日过着纵欲无度的日子。这天天纵欲无度，在上任不到1个月就虚脱夭亡了，其10几位美妾也都全部改嫁别人了。佛教讲断恶修善，古语亦说欲望难填，这种种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欲望过度膨胀会让我们种下无量恶因，让我们获得诸世现世果报。如故事中所讲的徐姓人士，亦是因为纵欲过度，从而获得现世果报，年纪轻轻就夭亡了。经云，一念决及彼岸，一念迷及此岸。能否戒除邪淫，亦跟我们自身的控制力密不可分。欲起而灭，欲消福增。愿大家不要再沉迷邪淫，早日脱离苦海。3、不孝。百善孝为先，父母就是堂上活菩萨，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孝顺父母，功德无边；不孝父母，因果难恕。经曰：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对父母不孝，就是种下堕入恶道之因。正法念经里说道，世上有4种恩难报，第一是母恩，第二是父恩，第三是如来恩，第4是说法施恩。我们的生命人身得生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生于如来和出家师父。佛教一直都非常重视孝道，包括佛菩萨也都是以大孝著称。人无孝则不能立，不孝父母者，再修多少年也是愚痴人。浙江青田县有一位名叫倪九的人，他从小就没了父亲，是他的母亲靠着给富人家做女仆，含辛茹苦把倪九养大。后来倪九通过做生意逐渐积累起了财富，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财主。在倪九生活富足之后，就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这个妻子对倪九的母亲十分嫌弃，认为他是奴仆出身，身份下贱，而倪九很是听妻子的话，对母亲开始不待见也不孝顺侍奉了。之后家中凡是打扫厕所、洗碗做饭、洗衣服、扫地等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部由老母亲一人去做，而他们夫妻俩却过起了安逸的生活。有一次，倪九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天刚一亮，躺在床上的倪九夫妻俩床也不起，就叫嚷着让住在隔壁的老母亲去做饭。老母亲因为常年操劳，再加上年迈体衰，身体已经很是疲惫，但是听到了儿子儿媳的使唤，立刻起来去院里的厨房做饭了。这个时候天气开始突变，狂风怒号，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附近山上的落石跟长了眼一样，飞越过诸多的障碍，好巧不巧的砸到了倪九夫妻俩卧室的房梁上，房梁当场塌陷，把倪九两人压死在了废墟当中。
而老母亲因为在院子另一侧的厨房做饭，则悄然避开了这个天灾。米九这对夫妻因为对母亲的大不孝，遭受到了如此惨烈迅速的果报。这个故事出自感应篇集注，书中记载了非常多真实发生过的因果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善恶因果以及灾祸福报之间的关系，教育我们不仅要行孝心慈，更要善待众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正所谓百善孝为首，想要获得福报，行善积德的时候一定要抓住重点。既然行善可以积累福报，那百善中孝排在第一位，那么我们先要把自己的父母伺候好，照顾好，自然不就行了大善，积累了非常多的福报吗？一个人的阴德和福气会影响他一生的命运，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多积阴德，不要去损耗自己的阴德。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愿你福生无量，下期我们不见不散。